这节课我们讲如何执笔，也就是拿毛笔的方法。如何执笔，自古以来有很多的说法，比如说捻管法、拨灯法、戳管法、双包，也就是双钩法、单包，也就是单钩法、握管法、回腕法，还有五字执笔法等等，非常多。我们知道，执笔也就是拿毛笔的方法呢，是为书写服务的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呢，是首先要考虑怎样拿毛笔便于书写这个问题。学习拿毛笔，首先要记住苏东坡曾经说过的“执笔无定法，要使虚而宽”。第一是没有定法，也就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方法。第二呢，执笔的基本要求是虚，也就是掌虚，就是握毛笔的时候，这个手掌这里边这是虚的，是吧？第二是宽，也就是运笔的范围要宽，就是能够呢灵活的书写你所要写的字。掌虚就是不要握得太实，握得太实，运笔就不灵活。宽就不要太小，太小也会运笔不灵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至于说用几个手指执笔，那是第二位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毛笔它是一个圆锥体圆锥体。那么在写的时候呢，如何能够用到笔的各个侧面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。所以如果我们拿笔的方法能够很自然、很灵活，能够用到笔的各个侧面，这就是非常好的拿毛笔的方法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拿毛笔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为了用笔尖写字，所以呢，拿毛笔要注意笔杆和纸的角度，它是接近于90度，只有接近于90度，接近于垂直，才能够用笔尖写字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。那么具体的如何拿毛笔呢？下面呢，我想介绍一种方法。这种方法呢，不是很复杂。一般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呢，首先是让学生把这个手指这样打开，打开以后把笔放上来，捏住，这样一捏就可以了。无名指和小指顶上去。如果这种拿毛笔的方法，笔杆倒下来以后，很多人说这个和拿硬笔差不多，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只不过呢，它的笔杆立起来，笔杆在食指的第一个关节这点立起来，就是这样拿毛笔。这是写小字、写中字的一个基本的方法。我们常见的拿毛笔的方法是这样拿的，所谓的五指执笔法。那这样拿毛笔呢，在初学的时候呢很不方便，因为它的腕子要求是这样平的，学生会觉得整个腕子会僵硬。这样拿毛笔呢，和我们平时写字、写硬笔字是一致的，而且在运笔的时候并不受影响。这样的话呢，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。这里边特别要注意到了刚才讲的虚，这个地方是虚的。拿毛笔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学生有的时候握得非常紧，
这个地儿是握死的。这个时候怎么调整呢？是要求学生呢轻轻地握住笔，非常的轻，非常的轻。他只要是轻轻的握，不用力，手掌就可以虚了。经过1、2个星期轻握笔的练习之后，他再加力，再用力，手掌也不会握实。这是一个注意的方法。另外一个关于拿毛笔有一个高还是低的问题。拿毛笔是高啊是低啊？实际上纸笔高低呢也没有定法，不同的字体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一般的来说，写楷书，包括写篆书、隶书这样静态的字体的时候，拿毛笔呢要低一些。行书、草书有的是拿到这点，拿得很高，是吧？再有一个问题，拿毛笔握得紧一点好，还是松一点好？这个也没有定法，不同的字体它的要求也不一样。一般的来说，写楷书的时候握得紧一点好，是吧？尤其是写小字的时候握得紧一点好，这样呢笔稳定，写出的线条呢不至于颤抖，是吧？比较干净，比较爽快。据说这个王献之小时候写字的时候，他的爸爸王羲之在后边猛地一抽笔，抽不出去。王羲之说：“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够成大名。”从握笔松紧呢，就判断他将来学书法一定会很好。这是个传说，啊，是个故事，也说明呢，这个时候握笔要紧一些。当然，在写行书、草书的时候呢，有的是握得比较松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纸笔的高低也没有定法，这是关于纸笔的问题。当我们写字的时候呢，一般的是坐着写。坐着写的时候，这个姿势一定要保持，是吧？直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上半身是直的，轻轻的往前倾，然后呢，两脚平放在地上，与肩同宽，两腋是打开的，是吧？不要这么夹住，是打开的，这样来写的，是吧？那么写的时候呢，纸也要摆正，这是坐的姿势的一个基本的要求。最重要的要求是腰以上，是吧？是直的。如果往前倾，是整体往前倾，是吧？如果我们腰弯的、背弯的，是吧？这个颈椎弯的，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练习盘着腿坐着写字，或者直跪着写字，这样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。另外一个姿势呢，是站着写字的时候的姿势。站着写字的时候姿势，首先是对脚的要求，两脚要与肩同宽。另外一个仍然是腰、背和颈椎都是直线的，微微的向书案上前倾，啊，书案上前倾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写字、学习和写作品的时候呢，都不会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。这是关于姿势，是吧？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提到的，就是写字的时候，这个腕子要不要离开纸？啊，这个要根据情况处理。一开始我们讲到了运笔要虚而宽，这个宽是指运笔的范围。如果写小字，不必要提腕。如果呢字比较大，不提腕呢，运笔不灵活的时候就提腕。如果再写大字，比如说30公分以上的字，那不仅要提腕，而且胳膊肘都要抬起来。所以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处理，没有一个固定的、不变的要求。这是关于直毛笔的问题，我们介绍到这些。这次课呢，我们就讲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